一個 tradition 嚟，我唔係煮嘢嘅。Masak untuk nasi lemak ini bermula pada pukul 2 pagi. Dan kita kukus nasi lemak ini sebanyak 3 kali untuk menjadikan nasi lemak itu sebagai nasi lemak yang enak dimakan. 我是第3代了，我今年70岁了，我的招牌的历史是1927年了。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是一座人口超过800万的大城市。跟新加坡一样，这里主要住着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3大民族，口味也同样偏辣，烹调方式却略有不同。例如椰浆饭，坐落在吉隆坡的马来人社区Kampung Baru。就有一间卖了60年椰浆饭的老字号。Bermula pada tahun 1963, dimulakan oleh arwah nenek saya, nama Wan Jo Rahmah. Okay. Jadi bermula dengan gerai kecil saja di bawah pokok. Saya bermula membantu di kedai ini daripada umur saya 11 tahun. Ibarat sebagai sebahagian daripada hidup saya dengan nasi lemak ni. Daripada satu generasi ke satu generasi, daripada arwah nenek saya kepada second generasi kedua dan sampai saya ke generasi ketiga dan kini generasi keempat pun bersama dengan kita. 经营了4代的家族生意，至今依然使用传统的方式来烹煮椰浆饭。Masak untuk nasi lemak ini bermula pada pukul 2 pagi. Kerana untuk menjadikan dia adalah siap untuk dijual, memerlukan masa lebih kurang 2 ke 3 jam. Dan kita masih lagi menggunakan kukusan tong kayu. Dan kita kukus nasi lemak ini sebanyak 3 kali untuk menjadikan nasi lemak itu sebagai nasi lemak yang berderai dan enak dimakan. 华裔回教徒 Mohammad Shamil 也同样使用传统木桶蒸煮椰浆饭，对白米却更为讲究。我们会放3种米在里面，香米、本地米跟 Basmati 在里面，而且它煮起来呢，它会 fluffy， 它会很松，椰浆又不会这么腻，不会这么多。而且我们煮起来呢，放很多那个香叶啊，那个 spice 在里面啊，全部啊，你一开起来，它的味道就很香。其实nasi lemak是一个 national dish 在马来西亚的，每个都喜欢吃 ，lunch 啊 ，breakfast 啊。下午，supper 也能吃的啊，也有人吃啊，吃龙嘛，吃不厌就对了。因为米饭嘛。啊。Mohammad Shamil 在吉隆坡卖椰浆饭已经20年了，谁又曾想到20多年前，他曾经在新加坡搞流行音乐。我本身是做 music industrial。所以我在新加坡做这个 dance music 也是做得蛮好，可以卖到 millions copy 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要飞来飞去，我们有一个孩子了，太太就觉得很累，她讲，哎，不然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一个 cafe 这样，好像 kopitiam style 这样。
其实那时候没有人的，很近的整条街。以前有一个新加坡的餐馆在这边，然后我们在开这边，大概有不多人的一间的这一排啊，慢慢再坐上来。我们很多 weekend 的顾客都是新加坡来啊，有些 regular customer 从新加坡啦，他就拿2个 luggage 来，他就打包20包、30包这样回去。有时候他讲就说我拜六来，礼拜天我就回了，就是特别来打包。马来西亚呢，我们做的就比较传统一点。可能新加坡人喜欢吃炸鱼啊、蚵仔、鸡翅膀啊、鱼圆啊。在新加坡，他们其实比较 modern 啊。就是在这里的呢 ，traditional 马来人都要吃牛肉啊、手冬啊、人当鸡，全部都是 spicy 这样啦。虽然生意上了轨道，Mohammad Shamil 仍然每天早上4点就到店里，即使生病了也放不下餐馆。去医院就是给医生 check， 然后有问题叫他去住院，他还是出来的。他不放心他的东西，设备要给工人住。有时候他是知道自己要进医院，他就趁他好，然后好了才进去。Last minute 有时候不知道嘛，医院说你不能出来啊，他就你给我出来几个钟了，趁了我就回去了。当初我开这个店也是有 passion 啊，我自己本身又喜欢煮啊。这个 business 好像我们的 baby 这样啊，就是一直要去看它啦，不放心这样啊。每一店去到顾客呢，他就很开心这样啊。每天看到我们很熟的 customer， 我们也很开心这样啦。吉隆坡距离新加坡车程大约5个小时，是许多新加坡人在长周末或短假游的好去处。抵达后，他们最先做的往往就是品尝当地美食，而椰浆饭必不可少。椰浆饭原本是街边美食，在吉隆坡第一位把椰浆饭带进高档餐厅的人是现年90岁的 Madam Kwan 關瑞蓮。我中意食咧，以前係咪 Holiday Inn 啊，佢嗰檔納西魯瑪真係好食，不過家陣都食唔到啦。咁佢就冇做咗，哇！咁點啊我哋？咁我開始我諗，不如家己煮啦。咁我係一個 beautician 嚟嘅，我唔係煮嘢嘅，我唔中意煮嘢嘅。我同家姐講啦，轉行煮下納西魯瑪睇下點啊，俾我 OK 喎，知道。咁我就由我個鋪頭啦，改做慢慢做咁話好多客仔啦都中意。以 Madam Kwan 为店名的餐廳，在1999年開張，戴帽子的老闆娘成了招牌。不嬲嚟咧，我都係中意戴帽嘅。嗱，好似我哋做食噶啦，更加要戴帽啦，因為我哋驚嗰啲污糟嘢啊，頭髮有時冇定着噶嘛，我哋會跌落人哋嗰啲地方。我喺廚房我一定要戴帽。我的名字叫黃美容。我是 Madam Kwan 的媳婦。那一個 beautician 的人是比較喜歡東西比較漂亮，乾淨整齊。那麼他也把他
所要做的那些人嘛，也用了同样的 principle 来做着，所以他敢把那个那些人嘛带到一个餐厅，也有好像有冷气呀，在那个时候是蛮突破的。关瑞莲在2013年也把品牌带到新加坡，经营4年后，因为中央厨房的搬迁问题而结束营业。餐厅现在由媳妇打理，主攻马来西亚市场。新加坡人来喜欢吃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很感恩，也希望可以继续再做下去。所以我们把每一样东西都看得很紧张。我们的三宝不是那种红色那种，单单是三宝，我们的有 anchovies 有一点大葱这样，有阿炸，还有一样东西你是在市场上找不到的，就是那个 prawn floss 干虾米，我们把它磨着做的好像一个包的这样，市场上是没有人做的。关瑞莲还出了一本食谱，分享烹煮佳肴的秘诀。而黄美容是出版这本食谱的推手。在80多岁的时候，他得了一场严重的病。有一天，那个医生就告诉我，可能今天过不了关了。我们全家人都去看他。那天晚上我回来，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如果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努力，把那西冷玛做到那么好，那么群力。没有一个记录，如果天可以给我多一个机会，那我一定会把他的人生给记录起来。上天给了回应，眼见关瑞莲病情逐渐好转，黄美容马上着手为家谱出书。我哋家己嘅心理已經係好滿足啦，我又冇要求乜嘢，我哋買一個拉斯魯瑪要求得到乜嘢？係咪？吉隆坡华人一般用广东话交谈，这里却汇集了各方言族群的传统风味佳肴。当地磁场街就有一家创立将近100年的福建面老字号。小弟是李庆进，我今年70岁了。我是第3代了，我的招牌的历史是1927年了。我这个今年这2个字是我的姑丈的名字来的。我的姑丈呢，打算就带来吉隆坡去找工作做，哪里想到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介绍工作做啊？他为了谋生哦，没有法子哦，所以开一个小档口。起初的是煮米粉汤、河粉汤、面线而已哦。结果我的姑丈就觉得没有面条哦，这又想起在我们的福建省安溪啊，粗面是拿来做拜神的大日子啊，这就一直自己打面哦，做了面条。李庆进的姑丈王金元后来应顾客的要求，加入黑酱油，变出独特的干炒福建面。那个顾客每天就出面上就饮宴了哦，你们可以做那个干捞那种的那时候我的姑丈拿来研究，黑酱油拿来配色而已，吃了不错哦，很多的顾客要喜欢吃我的福建面哦，就说我们要吃那个黑面带肉面的。父亲接手生意后，李庆进11岁就在店里帮忙洗碗，周末和假期也在这里度过，甚至放弃了升学。197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打算接手我的父亲的生意了，因为我父亲病倒了，没有人接手，所以我放弃学业。本来我去台湾读大学的，打算读那经济学。我是从小就是很贫穷的，喜欢钱哦，钱赚钱的来源哦。我没有后悔，以前我的同学也去台湾回来，得到什么
最多的认识几个字而已。他的毕业了的时候，我就有上岸了是这样。李清进继承了家传手艺，也保持古早味的材料和煮法，没有变过了，也是用炭来炒的。新加坡我们有开过，2001、2022了。新加坡的商家啦，叫我们去开跟他合股了。在新加坡的那时候很好生意，那时候一天可以炒整100斤的面啊，是很了不起的。在新加坡开分行2年后，因为理念不同，李清进和生意伙伴结束了合作。游人不绝的吉隆坡为饮食业者带来客流，不过老店家也担心品牌老化。李清进有7个孩子，最小的儿子李贤斌目前帮忙打理磁场街的分店。从一个10多岁啦，就开始来磁场街帮母亲做工了。我懂，今年就是我的母亲的上班的地方。那是我的母亲叫我来上班，是因为我在我的学业方面就比较差，不爱读书。但是我对饮食上就比较有兴趣。每次我一读书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刚刚回来，就打包福建面，我们就吃他早餐吃他福建面，吃到长大了。所以到现在你问我对于福建面会不会吃到腻，我说不会，我吃到老都是喜欢吃。他从小的就喜欢看我煮东西他很好奇，对吃的有兴趣，有观察那个顾客好吃不好吃有去访问那个顾客啦。李贤斌和哥哥有心把家族生意做大，多开分店，但父亲一开始并不支持。我父亲的人就比较保守一点。认为自己能力都顾不来自己店，怎么有本事开外面呢？那时我的父亲有一位朋友也是有告诉我的父亲啦，给下一代一个机会，让他去发展一下，我父亲才肯放手让我去试试看。我在外面有吸收了很多的经验。福建面呢，我是觉得很抑郁的。因为我的姑丈呢，那么辛苦的研究出来的，能把那个福建面发扬光大，是我们的骄傲。古早味虽然经典，年轻顾客群却不一定忠实的追随。拥有25年炒福建面经验的刘富全一直在摸索和改进味道。因为要接近年轻人的口味嘛，年轻的口味我们就想办法去味道上的如何去改变哦。年轻人喜欢吃湿的，我们的味道就迎合炒湿的。年轻人进来，第一就要打卡，第二就环境，第三就舒服嘛。你的店没有装修，又没有冷气。年轻人就不喜欢来。为了打造年轻人的打卡地标，刘富全在前2年官病侵袭、无法堂食期间，花心思整修门面，把大排档的风貌融入餐馆。我13岁就出来社会做工，不是读书的料，出来不会英文，没有人也要请你，贸贸然的就进餐饮业，由那些大排档做起咯，就由低做起咯。然後一路去學習咯。我係 Jamie， 我係我老細嘅太太。我係點樣識佢啊？我係去幫襯佢，跟住唔打唔撞就做咗好朋友啊！就係咁樣相識噶啦，跟住就我哋就咁樣開始啊。除了培訓之前，我有朋友把它開成
佢就請唔到伙計，佢就叫我去幫佢咯。咁樣誤打誤撞，我就做咗佢嘅助理咁樣啦，就做到而家咯。我也很感謝我太太啦，她還是可以放下她的身份身段，然後拋頭露面的就有一個檔口，這樣不介意人家的看法，人家會笑她咯。為什麼你跟一個檔口的老闆，對嗎？做咗20幾年啦，真係酸甜苦辣乜都有。我老細讀書唔多，變開佢只會靠佢自己。佢去中國上課，學連鎖學管理。我好欣賞我老細，佢做咩都係好堅持。喺佢字典入邊啊，係冇輸過字嘅。飲食行業競爭激烈，夫妻二人深深體會到，想在吉隆坡立足，說到底還需要獨門功夫。食物的靈魂是味道嘛，我們放什麼材料？除了很像左蠔魚的東西啊，因為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福建沒有放左蠔魚嘛。還有那個肉薑湯，他們也不知道嘛。我們也很想去推廣這個東西，不要讓他以後未來的年輕人會慢慢的不知道這種東西，原來是福建面有肉薑湯啊，有左蠔魚的東西啊。我想把這個福建面這個行業傳承下去。你吃了一頓好吃的福建面啊，你人也是會開朗一點的哦。如果你帶你家人出去吃東西，人家炒到不好吃給你，你會什麼感想？所以我堅持這個，就是講一定要呈現最好的味道，才可以給顧客。啊，我們是追求這個味道。美食不僅給食客帶來快樂，讓生活有滋有味，更為人生帶來飽滿的正能量。